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今天用一瓶雪碧和一碗面粉来分享一个您从没吃过的做法，出锅比馒头好吃，比蛋糕还要松软香甜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和面，碗中倒入350克高筋面粉，没有高筋面粉的可以用普通面粉，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再打入1颗鸡蛋，再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我们再准备一瓶孩子爱喝的雪碧，把盖子打开，然后我们用雪碧来和面，边倒雪碧边用筷子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倒。这个雪碧呢，我们要分次少量的加进来，不要一次性全部倒进来，不然这样和的面干的干，湿的湿，做出来的面团也不够松软，不够好吃。最后给它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再盖上保鲜膜放一旁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在面板上抹少许食用油，再把面团取出来直接放到面板上，再用手在面团中间给它按出一个窝窝，再放入5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然后下手揉匀，把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黄油揉匀以后，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我们今天做的这道面食呢，一定要给它揉出手套膜，这样做出来才会更加的松软。如果家里有面包机的话，用面包机来和面会更加的省力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。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就可以。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我这个面团一共揉了20分钟，就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再把面团放回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在表面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防止面团发起来的时候粘到保鲜膜上，然后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50克的豆沙馅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豆沙馅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给它搓圆。每一个小圆球呢约25克左右，最后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，用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豆沙馅都给它搓成小圆球，全部搓好后依次放入盘中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一根筷子下去不会回缩，说明面团就发酵好了，而且里面满满的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松软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75克左右，全部切好之后取一个面剂，给它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。剩下的面就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面团。揉好的面团依次摆放到面板上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再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稍微擀一下，给它擀成薄一点的饼皮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。再放上刚做好的豆沙馅，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收口，收口处要捏紧实了，防止露馅。包好后再放回面板上，收口处朝下，给它好好整理一下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，
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牛舌状。一面擀好后翻一面，另外一面也给它擀一下，这样两面都擀一下，擀出来的饼皮呢才会均匀，擀出来的豆沙馅分布才均匀。擀好后给它翻一下面，然后再取出一把小刀，在面皮表面给它打上花刀，底部不要划断了，每隔1厘米给它打上一个花刀。全部打好花刀后给它翻一下面，然后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再像视频中这样两头对折过来，把收口处给它捏紧实了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生胚。全部做好后准备一个烤盘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把做好的生胚依次摆放到烤盘中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做好后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打入一个鸡蛋黄，用刷子刷散，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包生胚2次发酵好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再刷上一层蛋黄液，均匀的刷上一层蛋黄液，每一个生胚都给它刷上一层蛋黄液。全部刷好后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全部撒好后，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50度烤4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再取出来看看，表皮颜色金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取出来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豆沙许碧面包就做好了，颜色漂亮，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？用许碧来和的面，做出来的面包更加的松软，看一下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再掰开看看，还有拉丝的效果，里面满满的都是豆沙馅，吃着松软香甜，太好吃了。趁热吃一个，好香，吃不完的面包，放凉后放到真空保鲜盒里存放，能有效防止面包风干，延缓面包老化，效果很棒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关注我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